世界新七大奇迹是由瑞士的新七大奇迹基金会所发起的投票活动。由于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的6项早已不复存在，而且都集中在地中海地区，此项民意调查意在取代原本旧的七大奇迹。活动要求建筑必须为世界现存且建于公元2000年以前，才具备参与投票资格。今天，新视野就带大家一起探索世界新七大奇迹。巴西里约热内卢的基督像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地标和巴西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它位于科尔科瓦多山顶上，海拔约710米，可以俯瞰里约热内卢市区的全景。这座巨大的基督像高约38米，臂展宽约28米，重量达到了635吨。基督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巴西的政府和天主教会都希望在里约热内卢建造一座标志性的宗教纪念碑，以纪念巴西的天主教信仰和文化。然而，这个想法一直被搁置，直到1922年开始动工，历时9年才完工。基督像的建造过程非常艰辛，需要许多人的努力和创造力。基督像的主要结构是一根钢筋混凝土柱，外表则用麻石制成。这种石头可以很好地抵御海滨地区的风化和腐蚀。其结构被分成多个部分，然后在地面上组装，再通过一个巨大的电梯升到山顶上进行最后的拼接。基督像的脸和双手是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制成，然后涂上白色大理石。整个基督像重达635吨，需要非常强大的支撑结构来保证它在风暴和地震中的稳定性。基督像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事件和变化。在2战期间，里约热内卢成为了盟军的重要基地，基督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象征，象征着巴西对自由、和平和国际友谊的承诺。后来，基督像成为里约热内卢的象征，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参观和拍照留念。泰姬陵位于印度北部城市阿格拉，是一座世界著名的建筑和历史文化遗产，建于17世纪初期，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沙贾汗为纪念其爱妃蒙塔兹马哈尔而建的陵墓。1631年，蒙塔兹马哈尔死于难产，他们之间的感情很深，自1612年结婚以来一直是皇帝形影不离的伴侣，因此泰姬陵被誉为爱情的宫殿和印度的皇冠，是印度最著名的建筑和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泰姬陵的建造历时22年，用了超过2万名工匠和工人，共耗资3500万卢比，相当于当时印度国库总收入的1/3。泰姬陵的建筑风格兼容并蓄，融合了印度、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元素，是一座典型的印度伊斯兰建筑。整座建筑占地17公顷，主体建筑由一个白色大理石制成的圆顶墓室、4个小圆顶、4个钟楼和一座大门组成。墓室内摆放着皇后蒙塔兹马哈尔和她丈夫沙贾汗的石棺。建筑物的外观和内部装饰都非常精美，包括花卉、动物和几何图案等。在白色大理石上镶嵌着各种颜色的宝石，包括珍珠、红宝石、绿松石和蓝宝石等，闪耀着美丽的光芒。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泰姬陵列为世界遗产，称其为印度穆斯林艺术的瑰宝，世界遗产中令世人赞叹的经典杰作之一。马丘比丘是秘鲁南部的一处古代文明遗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位于海拔2430米的安第斯山脉上，距离首都利马约700公里，距离古印加帝国的历史之都库斯科约80公里。马丘比丘是印加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之一，被认为是古印加帝国的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建造于公元15世纪中叶。马丘比丘由巨石组成，包括庙宇、宫殿、水道、观测塔和居民区等建筑，还有大量的农业领域、道路和隧道等。
马丘比丘的建筑工艺和技术非常精湛，石头拼接紧密，没有使用任何胶合剂，因此建筑能够承受地震等自然灾害。马丘比丘的石头建筑还被雕刻成各种形状，包括人面神像、飞禽走兽、植物和几何图案等。这些雕刻作品是古代印加文化的重要遗产，反映了当时的宗教信仰和艺术审美。马丘比丘也是印加文化的天文和农业中心，其建筑和水道系统能够准确测量季节和天文现象，支持古代印加人的农业生产和宗教仪式。例如，太阳穴是一个观测塔，用于测量太阳的位置和季节变化。农业领域和水稻系统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灌溉问题。马丘比丘的发现和研究始于1911年，由美国考古学家哈姆斯·布雷斯特领导的考古队进行。20世纪中期成为一个流行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来参观和学习印加文化的历史和遗产。奇琴伊察位于墨西哥尤卡坦州蒂努姆市，由古典时期的玛雅人建造，是前哥伦布时期的一座大型城市，也是古代玛雅文明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奇琴伊察有很多精美的石头建筑，并不同程度地保留到了今天。这些建筑曾被作为神庙、宫殿、舞台、市场、浴池和球场。奇琴伊察始建于公元6世纪，从公元600年到公元900年是玛雅的主要城市，通过复杂的联盟、贸易和军事征服网络，控制着尤卡坦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奇琴伊察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而闻名，它融合了玛雅和托尔特克风格，以及在天文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的许多创新。奇琴伊察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是库库尔坎金字塔，也被称为城堡。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金字塔高30米，有4面，每面有91级台阶，加上顶部的平台，总共有365级台阶，对应于太阳年的天数。金字塔还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声学特性而闻名，站在金字塔底部的人可以听到结构多次回响的拍手声或口哨声。奇琴伊察的其他著名建筑包括武士神庙和大球场。武士神庙有一个大型开放式广场，周围环绕着圆柱和战士雕像，而大球场是中美洲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球场。今天，奇琴伊察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游客可以探索该遗址，并惊叹于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和文物。这些建筑和文物提供了对古代玛雅文明及其文化、信仰和成就的洞察力。罗马斗兽场位于意大利罗马市中心，是一座著名的古代竞技场。因为它是由古罗马皇帝弗拉维斯家族建造的，也被称为弗拉维斯竞技场。罗马斗兽场是古代罗马最重要的建筑，也是现代罗马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罗马斗兽场建于公元70至80年之间，耗时10年建造完成。它的建造旨在提供给罗马人民一种集会和娱乐的场所，同时也是皇帝展示自己的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斗兽场建造期间，据说有超过10万名奴隶和囚犯参与了建造工作。罗马斗兽场的外观呈椭圆形，长188米，宽156米，高达48米。它在其历史的不同时期估计可容纳5万至8万名观众，平均观众约为6.5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竞技场。整个建筑由冻石、凝灰岩及砖式面的混凝土建造而成，看起来非常壮观。斗兽场内部有80个入口，方便观众进出。在古罗马时期，罗马斗兽场用于举办各种竞技活动，包括决斗、兽斗、战车比赛等。这些活动通常是由富有的贵族和政治家赞助，并且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决斗和兽斗是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通常是由奴隶或罪犯作为表演者。这些表演者通常被迫与野兽或其他决斗士战斗，直到一方死亡或认输。
罗马斗兽场在历史上经历了许多重要事件。在公元217年，竞技场曾经被火灾烧毁，随后它经历了一系列修复和改造。在中世纪时期，罗马斗兽场曾被用作住所、工厂、修道院等。直到18世纪，教宗本笃14世下令将竞技场重新修复为它的原始状态。佩特拉是约旦一座著名的古城遗址，位于约旦首都安曼南250公里处，隐藏在一条连接死海和阿卡巴海峡的峡谷内。古代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它被群山环绕，峡谷和通道穿越其中，其建筑大部分是从岩石上雕刻和开凿出来的，具有东方传统和希腊风格。佩特拉古城是约旦南部沙漠中的神秘古城，也是约旦最负盛名的古迹区之一，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是由居住在这里的纳巴泰人建造。其中有一座能容纳2000多人的罗马式的露天剧场，舞台和观众席都是从岩石中雕凿出来的。佩特拉的地理位置极其神秘并很特殊，唯一的入口是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窄峡谷通道，此峡谷最宽处约7米，最窄处仅能让一辆马车通过。进入峡谷，甬道回环曲折，险峻幽深，路面覆盖着卵石。峭壁上的岩石在风雨长期作用下变得平整光滑。顺峭壁仰望苍穹，蓝天一线，壮观而又美丽。纳巴特人是高超的水利工程师，在一线天的崖壁上排列着一条条为城市输送饮用水的水道。古城中高大雄伟的殿堂排布在周围山崖的岩壁上，门檐相间，殿宇重叠，十分壮观。佩特拉是一个非常值得一游的古城，它融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带给游客难以忘怀的体验。中国长城是一座历史悠久、宏伟壮观的古代防御工事，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建筑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长城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始建于战国时期，经过数百年的修建和扩建，最终形成了今天所见的规模宏大的长城。中国长城是由一系列矗立于山川之间、延绵千里的瞭望台、敌楼、城墙、城门、守卫塔等组成的建筑群体。长城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中国古代帝国的防线，防御外族入侵。长城的长度和位置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化，最长的一段长城位于中国北部，全长达到近9000公里，其余的断续长城则分布在中国各地。长城的建造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被誉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根据史书记载，长城的修建是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进行的。工程建设既考虑到军事防御需要，也顾及了地形地势，结合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特点，例如利用山势、河流等自然地形进行设计，采用夯土、块石、巨砖建造。在修建过程中，还需要对各种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进行适应，同时要考虑到工程的持续性和维护的可行性。中国长城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长城的建筑形式和建筑工艺，既展现了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和工艺水平，又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和智慧。长城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也赋予了它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长城是中华民族勇敢、智慧、坚韧不拔的象征，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登高远眺。吉萨金字塔群是埃及古代文明的代表之一，位于开罗以西约20公里的吉萨高原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建筑之一。吉萨金字塔群包括胡夫金字塔、塔夫拉金字塔和门卡列金字塔，以及数十座附属小金字塔、
殿堂和祭祀建筑。这些金字塔建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石质建筑物之一，代表了古代埃及建筑技术和文化的高峰。胡夫金字塔是吉萨金字塔群中最著名、最高、最大的金字塔，高146.5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之一。卡夫拉金字塔和孟卡拉金字塔的高度分别为136.4米和65.5米。这些金字塔是为古代埃及法老建造的陵墓，被认为是他们在地球上的最后归宿。吉萨金字塔群的建造历时约80年，始于公元前2589年，由埃及第4王朝的法老胡夫下令建造。据估计，建造3座金字塔和附属建筑共用了大约20年，有超过10万名工人和建筑师参与，以及各种运输工具和机械设备。在建造过程中，工人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包括将巨石运输和石块切割成相同大小，使用长长的斜坡将巨石从附近的山上运送到建筑现场，然后使用麻绳和滑轮将它们放置在正确的位置。吉萨金字塔的内部是一个工程奇迹，金字塔内部有数十个房间和通道，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迷宫，目的是确保法老的墓室不被盗。墓室是吉萨金字塔最神秘的部分，是法老的陵墓所在地。法老的陵墓内有着珍贵的金器、玉器、翡翠、象牙等陪葬品。吉萨金字塔群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奇观，也是唯一基本完好无损的古代奇观。好了，这一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以及订阅这个频道，并打开接收通知。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期视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